退婚。江县令，如今你家贬官流放，已是戴罪之身，怎配得上我侯府门第？云逸这丫头，如今就是给我儿做妾，都嫌晦气。云逸，欠！住手！我只娶她，你失心疯了不成？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这是干什么？你疯了！你们不过是订过婚，又没有什么真感情在。莫不是江小姐私下和阿言有来往？我说呢，怎么提起退婚的事情，江小姐一个尚未出阁的闺中女良，不仅没羞没臊，还表现得从容不迫。让你签名，你马上提笔，动作利落的像是演练过180遍。感情是背地里早就和我儿子交往，才敢这般胸有成竹的跟我们摆谱。陆夫人慎言，如今我和令郎的婚还没有正式退，定了亲的男女之间有些私交，实属正常。怎么到了夫人嘴里，正大光明的往来就能谈得上背地二字了？况且我家家教甚严，我与令郎除却逢年过节他上门来送教拜见外，其余时候一面都未见过。莫说人证我有一箩筐了，想必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得很。你家如今见我家势落便来退婚，本就理亏，现在为了名声，便迫不及待把脏水往我家身上泼，未免太不要脸了些。这样逞强的媳妇，我侯府横竖是不敢要了。既然你们怕悔婚被人耻笑，那我重写了分，是我江家退你陆家的婚。还好我江家今日落魄，方才能看清你们的真面目，否则我若是嫁过去了，岂不是一辈子都毁了？你何必这样咄咄逼人？我父母来退婚，是他们的不是。我不是来了吗？也撕掉了那份退婚书。你家如今出事，你爹又被贬到那鸟不生蛋的地方做县令，我依旧不嫌弃你，依旧愿意娶你，你也该审时度势，放温和些。女子太过好强，可不是什么好事，于父母、夫婿、子女都是祸患。休要再胡搅蛮缠！陆言，赶紧签了名字，两家就此打住，别过。你，江云逸，你怎能同我如此说话？你看看这丫头如今成了什么模样，简直像个市井泼妇！这样没教养的野丫头也配进我侯府的大门，简直是江家的家门不幸！我的女儿轮得到你在这里说三道四？我江家便是落魄了，也断没有让女儿受你这等泼妇折辱的道理。签，赶紧签了这退婚书，拿着你的东西，带着你的人，有多远滚多远！江家高攀不起你们这些落井下石之辈。江云逸，你今日如此决绝，我且看着，你日后可别后悔。走吧，阿言，跟这种没福气的人生什么气？他就是后悔，以后也没用了。后悔？这辈子我最后悔的事，就是曾和陆家有过婚约。
接下来便是去官府盖章留存，从此山高水长，再无瓜葛。我爹是御史，是言官清流，谏言虽然不中听，可他那颗心是为了这大齐的江山，是一片拳拳之心为陛下。江御史，这般折辱朕的颜面，朕看你这头是不想要了，拖出去砍了！陛下息怒，江大人虽言语激烈，但终究是一片赤诚，请陛下开恩。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传朕圣旨，将其贬为云安县令，即刻离京。如今陛下气消了，或许有些懊恼，但帝王之言既出，断没有收回的道理。这一场局，君臣二人都僵在了这里。按理说不在其位，这宅子也该被官家收回去。那些落井下石的势力，早该来人把我们赶出京城了。可直到现在，宫里不仅没人来收宅子，甚至连一道催我们干路的文书都没有。陛下现在就缺个台阶复你的位，原本这个台阶是好地的，可陆家上表参了你一本教女无方，说你女儿不仅公然悔婚，还当场辱骂未来公婆。陛下让我来，就是为了查明此事。好一个陆家，好一个教女无方！陛下如何处置我都不要紧，我既然入了官场，这条命不过是任凭陛下驱使罢了。莫说是贬我做县令，就算是让我去做衙役，我也是尽心竭力，只将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可我就这一个女儿啊，师兄，断没有臣子鞠躬尽瘁，子女却要受辱受侮的事情。陆家欺人太甚，竟这般落井下石。是孩儿意气用事，给家里带来祸事了。若非我那日反唇相讥，陆家或许还没借口在陛下面前反咬一口。是我连累了爹爹的仕途，陆家此时火上浇油。若是陛下还对父亲心有不满，只怕不只是贬官，削为庶人也是有可能的。你何错之有？倒是我这个做爹的，往日总教导你要温顺知礼。如今家中遭了祸事，我才知道，女子还是刚强些好。唯有刚强，在逆境里才能护住自己。大不了，咱们这官就不做了。哈哈哈哈！等回了老家，爹去种菜钓鱼，云逸，你负责烧火，你娘呢就负责拿碗筷，咱们一家三口一样能过好日子。爹，你这就是偏心，合着活都让我干了，您和娘负责享福。等了这许多日，终于要等来陛下新的旨意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江御史之女江云逸端淑敏慧，深得朕心，特赐婚为太子侧妃，则即日入宫。江御史贬节云安县令之命不变，特准其参加完侧妃喜宴后再行赴任。钦此。这怎么可能？父亲本是戴罪之身，我也成了落魄千金，陛下怎么会突然赐婚，还是太子侧妃？臣领旨谢恩。江兄，大喜大喜啊！圣心难测，这道旨意下的实在蹊跷。陆家那边就没动静？动静？陆家可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陆侯爷接连写了几道折子，拼了命的劝谏陛下收回成命。陆夫人在外更是大肆抹黑云逸，说他教养全无。他们当真我江家是好欺负的吗？哼，他们惹恼了陛下，当堂训斥陆家无理取闹，令陆家全家在府内禁闭。这京城总算是消停了。张伯伯，陆家闹成那样，陛下反而更坚定了旨意，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云逸，你先听我说。那日我受命前来查探，并不是我一个人来的，陛下当时还派了锦衣卫暗中跟着。那日我来，锦衣卫就躲在暗处，
你们在院里说的话，被他们一字不差的回禀给了陛下。在无人瞧见的私处，你尚且如此忠君爱国，陛下正愁没个台阶复你的位。见你这般赤诚，他老人家又怎么忍心负你？陆家闹了这么一出，把云逸的名声坏成那样，回乡后婚事怕是难寻了。唉，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圣上也是为人父的，心里自然也怜惜你。可圣旨已下，你去云安任职的调令是改不了，陛下便只能将这份补偿落到你女儿身上。太子性情和善，可那位太子妃却是体弱多病。太子妃的身体只怕是没几年活头了。她膝下就一个女儿，娘家怕她病逝后东宫再无助力，这不已经迫不及待又送了个女儿进去了。云逸啊，你入了东宫后，只要守好本分，不愁以后不能富贵一生，说不定日后母仪天下也未可知。你就安心去云安，他年太子登基，你作为侧妃之妇，自然会被陛下圣恩调回来的。云逸，有些事儿看似是祸事，却是好事；但有些事儿看似是好事，却是祸事啊。我明白爹爹在担忧什么。被贬官虽然清苦，但起码远离了朝堂漩涡，保全了性命。可嫁入东宫，名义上是高价，实则步步惊心，稍有不慎便是没命的下场。爹，您想多了，女儿其实根本就无心婚嫁，我呀就是想做个混吃等死的二世祖罢了。入了东宫，我绝不与人争抢，只管过我的安稳日子。您真的不必为我担忧。你能这样想，爹就放心了。我呀，只愿你健康平安就好了。平安有什么用？上位者一句话就能让我们抄家灭族。老天爷既然给了我转机，我必不辜负。姑听闻过江家的事，你父亲可好？谢殿下挂怀，父亲一切都好。这位殿下倒比我想象中要英武许多。他是个好臣子，也算是姑的半个老师。今日大婚繁琐，你也累了，姑去外间软榻歇息，你好生安歇。这位殿下虽看似冷漠疏离，却也并非不近人情。只是这东宫深院，往后的日子怕是不会轻松了。东宫除了我和太子妃，便是这两位。太后给的李美人，还有太子妃娘家送来顾宠的亲表妹周贵嫔。江侧妃入府，可还习惯？回娘娘，殿下体恤，一切都好。本宫这身体不好，又要操劳整个府里的大小事务，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你是他们之间位分最高的，平日里若是有空，便过来帮帮本宫。这东宫的琐事繁杂，本宫先用你几日瞧瞧。你也不用担心，这些事情都是熟能生巧的。能为娘娘分忧是妾身的福气，妾身定当用心学习，绝不辜负娘娘信任。妹妹这命可真是好的让人眼红啊！哼，这才刚进府几天，
太子妃娘娘就让你跟着学管家。咱们这些老人在东宫熬了这么久，可从来没见过这等恩典。姐姐我进府1年有余。哼，我们侧妃那是娘娘看重。周姐姐还是娘娘的亲妹妹呢，这亲疏远近倒叫人看不懂了。周姐姐快莫要折煞我了，娘娘那是体恤我初来乍到，怕我闲出病来，这才随便寻些琐事让我打发时间，哪能跟姐姐们比？打发时间？管家权那是打发时间的东西。娘娘那是信任姐姐们，觉得姐姐们活该享福。我这劳碌命不过是给娘娘跑个腿罢了。我刚到此地，一切底细未明，须得韬光养晦。抓不住我，爹爹抓不住我。慢些跑，我的小祖宗，再吃这一口，就一小口好不好？殿下别惯着他，再跑下去，午饭又要磨蹭了。在外面威严冷峻的太子，在侧妃面前冷淡如冰，竟在女儿面前如此。没想到太子竟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女儿奴。这东宫的路，我知道该怎么走了。侧妃娘娘，娘娘交代了，这府里外外的开支、采买、阅历都在这儿了。侧妃娘娘，您且看这些日常开支便好。那边那几本是殿下和娘娘的私账，关系重大，那是绝不可妄动。这出戏演得也太急了些。那周嬷嬷在东宫禁运多年，怎会如此失态？应是太子妃在试探我，试探我是否真的如表现出来的这般老实本分。很显然，她用这样的法子，已经把心浮气躁的周贵嫔和李美人筛选掉了。既然想要这管家权，这定力便得演足了。今日在内室坐了整整1个下午，看那些枯燥的账本，难为你这孩子坐得住。为娘娘分忧是妾身的福气。那些账目里不仅有东宫的开支，更有学问在。云逸受益为浅，云逸刚入府，承蒙娘娘不弃，将管家这种要事相托，云逸唯有尽心。你是个实诚孩子，晚上专门留我用膳。看来下午那2本故意放错位置的私账。哎呦，我的小祖宗，您这是上哪儿滚去了？快拦住郡主！抓到了，抓到漂亮姨娘了！看招！姨娘丑，姨娘丑，姨娘是个大王八！朝阳，你太放肆了！快从你姨娘身上下来！郡主，那是你画的不好看，你若是在姨娘脸上画只小鸟，姨娘肯定就好看了，你信不信？可我不会画小鸟。娘娘，借您的画具一用。你这孩子，侧妃不嫌你脏，你倒还挑剔上了。周嬷嬷，去把书房那套画笔取来。是。你看看你这一身，哪里还有半分郡主的体统？姨娘给你脸上画个小鸟，好不好？好呀好呀，我喜欢小鸟，飞得最高的小鸟。江侧妃，你这笔法倒是奇特。娘娘，丹青一道讲究的是意境，郡主天性烂漫，这雀鸟也该生动些才好。小郡主，瞧瞧看，小鸟好不好看？哇，姨娘，这鸟儿好像要从我额头上飞走了。好看，真好看！本宫这双手握得惯调刀枪，却怎么也拿不稳这细长的画笔。云逸，朝阳这孩子顽劣，以后怕是要多费你的心了。娘娘言重了，云逸家中父亲虽是御史，却也是个极严苛的老古夫。云逸自幼就是在笔墨纸砚中浸云长大的。那是，
咱们侧妃娘娘当年在宫中女眷比试里，那可是实打实拿下了第一才女的名头。不过是些消遣的功夫，难为娘娘不嫌弃。丹青一道，于云逸而言确实是手到擒来，教导郡主应是可以。侧妃，你也太宠着郡主了。您瞧瞧，这一脸的泥，要是被李美人他们瞧见了，指不定怎么编排您呢。他们爱编便编排组。你以为太子妃娘家送周贵嫔进来是干什么的？不是说来陪陪娘娘吗？哼，陪？周家那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太子妃出身七品武将，在上思节被殿下一见钟情，甚至殿下退了国公资嫡女的婚也要娶她。殿下竟如此痴情。殿下是痴情，可宫里看不起这门婚事的人也很多。周家人怕失去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富贵，见太子妃生下郡主后坏了身体，便拼了命催她生嫡长子。周家眼里只有东宫的富贵，太子妃没了，周贵嫔就是他们下一个赌注。他们不在意太子妃，更不在乎他的女儿。可不是吗？但太子在意的只有太子妃和他的女儿，而太子妃比任何人都在乎他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我也看得出，他比任何人都在意，都在着急。他若是撑不住撒手人寰，他的朝阳该怎么办？可那小郡主名声实在是不太好听。我是闺阁女子，我擅长的不多，但好在我擅长的琴棋书画都是他想要他女儿学会，却教不了。侧妃娘娘，你不知，之前太子心疼，专门请了宫里德高望重的女师来，结果呢，郡主都不服那些女师的管教。从那以后，稍有名气的女师都不愿上门来教小郡主，没有名气的太子妃又看不上，所以这是我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云逸，今日若不是你，本宫真不知道该拿朝阳怎么办。娘娘说哪里话？郡主天性纯真，臣妾是真心喜欢。他们说我这个当娘的出身低下，教出来的女儿也没有规矩。娘娘宽心，可我瞧着郡主很乖啊。小孩子正是玩性大的时候，可那些女师都是几十岁的长辈，难道连这点耐心都没有？小孩子玩闹，大人还不知道教导吗？我看分明是他们教导无方，反倒把错处全推到郡主身上。云逸，你倒是与他们很不同，是个明白人。云逸只是实话实说，我见不得郡主受委屈。以后你每日来我这里，帮我教教朝阳。你第一才女的美名是母后亲自赐予你的，底子想必不会差。妾身定当尽心竭力。你真是病急乱投医了，教导郡主是何等大事。江氏入宫才多久？云逸是第一才女，名声在外，教个孩子总归是够了。她那个才女之名，不过是和闺中那些女郎比比算了，哪能和正经的女师比？那些女师是读了一辈子圣贤书的，还是送些礼去给朝阳寻个名头响的女师，好生教导着。她一个侧妃，懂什么为人师事？侧妃，太子妃娘娘明显是动摇了。殿下说的话也太伤人了。什么叫消遣？您可是……这样就很好。好，您辛苦教了这几天，殿下这样说您哪里好了？殿下如今有多看不起我，日后见识了成果，才会对我刮目相看。这种惊喜，只有在低处攒够了落差，高处的风光才真正属于我。殿下还在生云逸的妾？你倒是胆大，竟撺掇太子妃把朝阳交给你。姑看你是安稳日子过久了，想找些存在感。殿下偏见太深了，不如给云逸一个机会，2个月，就2个月。2个月？2个月后，殿下亲自考巧朝阳，看看妾身的成果如何。若是不成，云逸甘愿受罚。胡闹！朝阳是姑的掌上明珠，难道是给你拿来练手的筹码吗？江氏，你未免太自负了。殿下既觉得云逸是消遣，那考考云逸总行吧？若云逸连自己都没教好，又怎敢误了郡主？那便考教一二。你父亲确实把你教得不错。
你有学习的能力，并不能代表你就有教学生的能力。你父亲是当世大儒，可他能位列2品，也是通过政绩一步步走上去的。朝廷取士有考核才有比较，教养郡主亦是同理。殿下的意思是，愿意给云逸这2个月的时间？2个月的时间，孤可以给你。可事情既然要做，有赏自然也有罚，孤不养无用之人。殿下请说，云逸愿闻其详。若是2个月后，郡主在你的教导下还是丝毫没有长进，那这2个月后的东宫，便不再需要侧妃，你便负责去洗刷府中的公统，如何？他在逼我知难而退，他认定我是千金小姐，受不了这种安扎活计的羞辱。而且洗刷公统这种活，只要沾了手，他这样尊贵且有洁癖的人，便绝不会再让我这个碰过脏东西的人伺候。他不仅是想让我认输，更是在威胁要收回他的宠幸。现在反悔，孤可以当你没说过。这东宫的侧妃，孤还是会让你稳稳当当的做下去。可以，我答应殿下。不过2个月的时间若没长进，罚洗2月的公统，未免显得云逸诚心不够。若是郡主2个月后没有起色，我洗2年的公统如何？江云逸，你也太狂悖了些，不知好歹。孤倒要看看你那点才情，怎么填这2个月的坑。云逸，你昨夜是怎么了？那赌约的事儿都传到本宫耳朵里了。你也太冲动了些。娘娘是在为云逸担忧。如今话都说了出去，当着殿下的面，那可是不能更改了。你怎敢拿洗2年的公统去赌？朝阳顽劣，难不成你真的要去洗2年的公统不成？云逸，你听姐姐一句劝，若是你真接了这惩罚，这以后可就是彻彻底底的失宠于殿下了。娘娘，云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不懂。殿下那个人最是看重体面，你若是去洗了那种脏东西，这辈子身上都带了味儿，往后殿下就再也不会碰你了。你的父母如今被贬云安，你若倒了，江家就彻底没指望了。郡主聪慧，我信她。臣妾要教，便会教得极严，只盼事后娘娘不要怪我严苛，心疼了郡主。如今不受苦，日后也要受的。作为皇家的女儿，若没点防身的本事，离了我，她该怎么活？这2个月，朝阳就住在你这里，本宫看不见，也就心疼不上了。传本宫口谕，江侧妃教导郡主期间，免了她这2个月的请安。是。任何人，尤其是李美人和周贵嫔，若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进去打扰云逸交出，乱了郡主的功课，本宫定不轻饶。侧妃，您说这李美人和周贵嫔今日为了截住下朝的殿下，一个在冷风里吹了半个时辰，一个在大太阳地下弹了2个时辰的琴，结果殿下硬是连头都没抬一下。他自然不会抬头，在他眼里，这种费心打扮、扮柔弱博同情的把戏，不过是庸脂俗粉的自娱自乐。可男人不都喜欢柔弱的女子吗？那是寻常男子，太子他瞧不上高门里出来的闺女，在他心里，我们皆是胆怯之辈，离了家人的庇佑便无法活下去。他平日里瞧着我们疏离，往日我不懂，以为他生性如此，如今我才明白，他要的是能在他落魄时撑起一片天的妻子。那李美人他们，再看他们在那儿演柔弱小白花，我只觉得可怜。太子殿下对这一套根本就不感冒。姨娘也要教我那些无聊女剑吗？你要想小心你地方吗？还是教我弹那些难的曲子？我可不想，天生愚笨学不会。我不教你那些。不教？那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咱们不急着动笔。朝阳，咱们先聊聊。朝阳，这儿没别人，你跟姨娘说句实话，你当初为什么要把那些女士气早？整蛊总得有个由头吧？因为他们很坏。坏？他们私下里说我娘亲出身低下，根本没资格坐稳正妃之位，更没本事教导好我。他们还说我根本没有天资，说我一股子小家子气。他们甚至说我若是不再表现得乖一些，
这辈子就只有和亲的下场，远嫁到那连水都喝不上的蛮荒之地。我知道他们瞧不起我，我也知道我母亲生了很重的病。我每天在娘亲面前笑，就是不想让她为我难过。朝阳，这些话好难听，我不能让母亲知道。姨娘，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没瞧不起我，也没瞧不起我母亲。你和我爹爹的其他女人都不一样。我会好好跟你学的，你别嫌我笨。原以为郡主是真的顽劣，没成想竟是为了护着娘娘。原来是这样，报喜不报忧，只是为了让你母亲能多开心一刻。好孩子，别哭了，姨娘知道你受委屈了。侧妃，那些女士真是仗势欺人，她们哪是来教书的，分明是来诛心的。他们那些人平日里教导的是皇子公主，受尽了敬重，自然眼高于顶，连太子见了他们都要给几分好脸。他们又怎会把一个出身低下的太子妃放在眼里？可这也太欺负人了。陛下和皇后根本没有承认过太子妃这个儿媳，当年大婚连寻常高门都不如，皇后甚至称病不肯出席，上行下药，世人憋是拜高踩低，更何况是宫里这些老狐狸。太子妃病得这般重，谁又能保证这里面没有宫里那两位的推波助澜？朝阳生在这种泥潭里，那些女尸又怎么会给他好脸色？你瞧瞧江云逸，真把自己当成女尸了，整日在那儿教朝阳那个小丫头。她教的好才怪，2个月一到，她只能刷公筒。我那亲姐也是糊涂了，既然指望她，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朝阳，坐端正了，你若是想护住你娘亲，你就得学。姨娘，我不怕苦。朝阳，把笔握稳了。我爹教导我的时候，一直秉承着多看多练这4个字。他老人家说，心中有物，落笔才有神。郡主，您可得争口气，外面多少人等着看侧妃刷公筒呢？我知道，那个坏心眼的李美人昨天还在花园里笑话我。既然不想让人瞧不起，这2个月的时间，我不需要你学会画天下万物，你只要给我精通一样，能把殿下的眼睛看直了就行。去吧，这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你挑一个最喜欢的。姨娘，快来看，我找到了！姨娘，我要画这个小东西力气可大了，它能搬动比它大好多的叶子。画蚂蚁。行，既然你喜欢，姨娘就陪你画。咱们不仅要画，还要画出他搬家的气势来。姜氏考帖开始了，朝阳，拿出来吧。这是朝阳画的。按照之前女尸教戏2月的进度，朝阳不仅完全超过，甚至还会举一反三，不仅会工笔勾勒，更懂得了观察万物生息。好一个蚂蚁搬家！姜氏，你果然没让姑失望。蚂蚁，姑原以为你会教他画些凤求凰或者百花图，没成想，竟是这些泥地里的东西。殿下，万物皆有灵，能画出这细微处的风骨，才是真的懂了丹青。殿下，不好了，娘娘要不行了！放肆！太医都在干什么？早上不是还说有好转吗？阿宁，姑在这儿，姑把最好的药都找来了。
娘娘，臣妾在。云烨，别怕，当初是我暗中助力，让你嫁到东宫来的，竟是他。我原以为是陛下的补偿，竟是他布的局。父皇后悔了对你父亲的处罚，却拿不定主意。是我说你父亲年迈，膝下只有你一个女儿，不如把这东宫侧妃的位置补偿给你。娘娘，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从我听说你当初如果觉得退了陆家的婚，如何痛骂他们那些道貌岸然的嘴脸，我就想减少你。我想你能在退婚时说出那些话，一定是个快人快语，有着侠义心肠的好姑娘。你这样好，殿下总有一天会明白你的可贵之处，他会欣赏爱上你。我知道我死后他会有新的太子妃，朝阳会有新的继母，可那些人我不放心，我宁愿是我自己选的你，我亲手把她交给你，以后她就是你的亲女儿。她要是做错了事情不听话了，你打她骂她都好，就是千万别不管她，别放任她，她只是个女儿，占不了什么的。云烨，她真的很乖的。我知道的，娘娘，也请您安心，臣妾定会护她周全，视如己出。你父亲把你教得很好，我相信你的人品，你是个好人。娘亲！阿宁临终前求我在他死后将朝阳交给你抚养。今日姑把人送过来了。臣妾定不负娘娘重托，我会好好抚养她，教导她，但我也有要求。姑就知道你这样的人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发善心。说吧，你想要什么？名分，还是掌家权？这一刻，我终于彻底认清了，面前这个男人对我没有半分喜爱。臣妾的要求很简单。简单，说来听听。我要殿下一个许诺，他年殿下登基，请调我父亲江大人回京，让他在家乡故土安度晚年。只是这个，你要的条件仅仅是让你那被贬的父亲回京养老。那殿下以为臣妾会要什么？姑并未如此想。殿下莫不是以为臣妾会趁着娘娘尸骨未寒，便向您讨要那太子妃的宝座？殿下不必否认，在您眼里，我这种高门里出来的女子，定是心比天高，胆大包天，甚至敢冒犯您的亡妻，借着朝阳往上爬。侧妃，您瞧瞧他们，这2日为了在殿下面前露脸，都快把书房的门槛踩烂了。李美人是太后亲侄女，身份贵重；周贵嫔是先妃亲妹，占着地利，他们自然觉得这正妃之位非他们莫属。既然他们想各显神通，咱们便安静看着。侧妃，刚才殿下的轿辇从咱们院门口路过，走得极慢，您当真不去迎一迎？迎什么？凑上去惹他心烦，还是跟那2位一样去当笑话？我也不想见那个周姨娘，她老是拉着我的手哭，假惺惺的，还非要喂我吃那种甜得发苦的核桃酥，难吃死了。那就不见，你好好把这篇字临完，姨娘陪你去园子里铺蝶。殿下，妾身见这满园春色，不由得想起了姐姐，心中悲动，这才出来走走。这件衣裳估计的是在阿宁的箱底压着。妾身是想穿着姐姐的旧衣，或许能让殿下心里好受些，也能让姐姐在这宫里多陪陪殿下。够了！你姐姐才离去多久，你就穿着她的衣裳四处卖弄风情？你当姑是瞎子吗？还是当阿宁的魂灵还没散，专门让她看你这副丑态？殿下恕罪，妾身只是……你好大的胆子！来人，将周氏带回去，闭门思过，没姑的允许，不准踏出房门半步。娘娘，周贵嫔那边折了，殿下大发雷霆，直接关了禁闭。那个蠢货模仿谁不好，偏去模仿死人，不知道死人在殿下心里是块碰不得的逆鳞吗？如今这东宫里周氏废了，便只剩下我和那个江侧妃了。江侧妃倒是安静，整日陪着郡主。安静？她那是聪明，
郡主在他面前负手，连太子妃临终前交出的掌家权也在他手里攥着。他现在的位子坐得太稳了，本宫绝不能看着他这样如履薄冰的走上去。既然他不动，那本宫便逼他动。殿下，若不是亲眼所见，妾身绝不敢信这东宫里有这等肮杂事。江侧妃，你平日装出清高模样，骗得太子妃信任，郡主亲近，私下里竟干着这种勾当。李美人这话，云逸听不懂。什么勾当？听不懂？那就让陆大人亲自跟你说。殿下，殿下请看，这是从陆大人身上搜出的，是侧妃的贴身之物。原来是招了家贼。李美人费心了，这2样东西的确是我的，前些日子丢了，我以为是小贼顺走的，没成想竟在陆大人手里。你还敢抵赖？陆大人，快告诉殿下他是怎么勾引你的！殿下，臣与江侧妃清清白白，绝无半分私情。陆言，你疯了！你在偏县可不是这么说的。今日并非臣之本意，是太后以臣家母性命相威胁。家母年迈，臣不得不从，才随李美人入宫。哦，这么说，是李美人威胁了你？臣与江侧妃确曾有婚约，但退婚后天各一方，再无往来。殿下若是不信，大可找来2府下人问个清楚。当年订婚数载，除逢年过节送礼见过一面，臣连他衣角都没见过。那这些信物呢？难道是我凭空变出来的？那是李美人派人塞进臣怀里的。臣今日来，是为防侧妃名声遭旁人陷害，故亲自来破败。江家已经受了许多苦，我曾是江大人的学生，他被贬时，臣没能阻止父母退婚，那是臣一生的懦弱。又因臣一时意气，那日江府闹得无法收场，再无回转余地。这1年来，臣每日合眼，都是江大人被贬离京的落魄背影，都是江侧妃当日在灵堂前的决绝眼神。臣后悔自己的懦弱，后悔父母威逼下不敢言语，后悔那日百般折辱。如今臣想弥补，想睡个好觉。臣想在东宫泥潭里为当年的自己尽力而为。字字坦诚，倒是让姑刮目相看。侧妃，陆大人这番话倒真叫人意外。奴婢原以为他是真跟着李美人来毁您的，我也以为是，可看着他这副样子，我心里竟有些说不出的滋味。当年退婚，他母亲把话说得极难听，我心里憋着恶气，也分毫不让，连着他一起痛骂了一顿。话赶话，硬生生弄成那般难看。其实，我们也曾有过好的时候。江小姐，这是臣特意寻来的绿菊，听闻小姐爱花，不知此花可入得小姐法眼。陆公子费心了，云逸很是喜欢。江小姐，陆某此生定不负婚约，定会一辈子待小姐好的。小姐，陆大人都走远了，您还在看那盆花呢。网开一面，他在这东宫兴风作浪构陷侧妃的时候，可曾想过骨肉亲情？传姑旨意，李美人言行无庄，德行有亏，即刻关入宗人府。殿下，我是太后的亲侄女，你不能……皇家要顾着太后的体面，这件事压下去，对外只说她突发恶疾，送去养病。带走。侧妃，刚才真是吓死奴婢了。她也曾对我说过一辈子待我好的话，那盆绿菊送来时，我也曾信过的。可惜终究是回不去了。如今回头去想，退婚其实也有双赢的法子。可世上的事总是这样，要过很久，要等大家都遍体鳞伤了，才能坐下来复盘，才能心平气和的去反思。那是陆大人太轻狂了。少年义气，总归是带着些不甘。但这世事无常，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我接受。殿下，您怎么来了？姑看你哄她入睡，看了一炷香的时间，
朝阳这孩子心思重，没人陪着他睡不踏实。今天陆岩在殿上说那些话，甚至不惜赌上全家性命为你抛白。江云逸，你当时是不是感动惨了？感动是有的，但我并不觉得欢喜。哦，青梅竹马为你如此舍命，你还不欢喜？臣妾只是觉得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若是能选，我宁愿他当年在江家落难时能拉我一把，也不愿他在1年后用这种近乎自毁的方式来弥补。江云逸，若是我哪天被废了，我做不到让你父母官复原职，也带不回他们，你该如何？这本身就是一场赌注，既然我赌在了殿下身上，输赢定然无定，无论最后是什么结果，我都接受。接受，然后呢？在这深宫里等死？我爹说了，我们老家还有几亩薄地，大不了我就带着朝阳回乡下去，他种地，我织布，总归是能活下去的。我爹还会钓鱼给我们吃，到时候在那小河边，日子总比这里清静。若真有那一日，姑若什么都没了，去你家老家，姑能吃上你爹钓的鱼吗？那殿下可得学会烧火，我家里清贫，不养吃白饭的闲人。行，烧火，姑应了。侧妃，大事不好了，外头传旨了。太子李勋德行有亏，上负天恩，下失民心。殿下，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圣旨已下，字字千金，还能是哪一出？这真不是你的试探，试探我能不能陪你过苦日子吗？江云逸，你把姑想得太神了，也太闲了。夫人，您说殿下到底怎么想的？放着京城的锦衣玉食不要，非得把自己折腾到这鸟不生蛋的云安来。他哪是折腾自己，他是在折腾我。折腾您？事实证明，他真的就有这么闲。他总把我当傻子，觉得这世上的女人都一个样，嫌贫爱富，满眼全是。在他心里，除了那位死去的先太子妃，没人会真心爱他。那他这被废，是真是假又如何？他就是看不起我，却又按捺不住那股多疑的劲儿，非要试探我对他的忠诚和爱。他想知道我江云逸到底能不能和他同甘共苦。这是给人吃的，有的吃就不错了。这里是云安，不是东宫，没那么多讲究。这真的很难吃，江云逸。嫌难吃，那你别吃。姑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你的厨艺真的太差了，简直难以下咽。江云逸，姑胃里火烧火燎的，嗓子眼都要被那糙米磨出血了。嫌糙米不好咽，那边水缸里有凉水，殿下多灌2口就顺下去了。我想吃肉，江云逸，姑已经半个月没见荤香了，姑想肉想得发疯。不，你不能吃。姑为何不能吃？姑是一家之主。屋里统共就剩那一丁点风干的咸肉，朝阳还在长身体，那得留给他。至于殿下，你已经不长了，少吃一顿肉也矮不了。你抓到了，居然真的抓到了！江云逸，姑去生火，咱们这就烤着吃，可好？既然你这么卖力，可以。不可以！朝阳乖，爹爹给你做香喷喷的肉吃。这2只雀子肥美得很。它们多么可爱！它们在哭，你们听见了吗？我要养它们，你们吃了它们，它们的宝宝会难过的。朝阳，听爹爹说，这2只雀儿，它们是专门飞来给朝阳补身体的，吃了它们，朝阳才能长高。我不长高了，不吃！爹爹是大坏蛋。江云逸，你倒是劝劝他呀，这可是好不容易才……殿下，我也劝不动。郡主既然要养，那便养着吧。就吃1口，就吃1只也不行吗？不行，一
罢了，姑认栽，姑认栽还不行吗？江云逸，你肚子在响。殿下听错了，快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你老实告诉姑，你是不是骗我的？你晚上根本就没有吃，是不是？粮食不够，原本就只剩下那一碗糙米，你和朝阳都吃了，我少吃些没事的。粮食，姑出去想办法，谁让你遏制自己的？殿下如今什么都没了，臣妾不省着点儿，这一家子怎么活？我是不是做错了？做错了，李勋，你何止是做错了，你是太自负了。其实我根本不饿，嫁到东宫后我胖了好大一圈，如今倒正好让我瘦下来，恢复那第一才女的风姿。姨娘，你手红了，疼不疼呀？不疼，只要朝阳能穿上干净衣服，姨娘做什么都高兴。日子虽然苦，但我要让所有人看到，我江云逸不仅能做高门主母，也能做这贫瘠之地最坚韧的妻子。殿下，睡吧，云逸在这儿呢。江云逸，你看着姑。殿下有何吩咐？这云安的日子不是人过的，要不姑写份休书，你去找你爹吧。你爹如今虽然也被贬在云安做县令，但起码他有个遮风避雨的公署，在你爹那里，起码你能衣食无忧，不必跟着姑在这里等死。我不同意，殿下莫要再说这种话。我走了，你怎么办？姑如今只是个庶人，大不了下地卖力气。你会做什么？你是锦绣堆里长大的太子，你会插秧还是会劈柴？你什么都不会。我若是走了，你饿死了怎么办？孩子又怎么办？朝阳已经没了亲娘，若是连我这个做姨娘的也贪图安逸弃他而去，你让他如何在这乱世活命？云逸，姑不值得。没事的，我保准明年一整年定让你和朝阳不再饿肚子。太子殿下，你那颗心除了内疚，还装满了试探。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总同朝阳到隔壁镇找你的旧部，他们将你们伺候的白白胖胖，只有我越来越瘦，拿我当猴耍。没关系，他既然想玩生死相依的戏码，那我就帮他一把。朝阳，回去知道怎么说吗？知道，就说跟爹爹去山上挖了一天的野菜。等这阵子风头过了，爹爹带你们回京吃天香楼，连这种苦都能一声不吭的受着。江云逸，你总算没辜负阿宁的眼光，也没辜负姑对你的那一丁点期许。江云逸，姑回来了，今天运气好，捡了几个野果子给你留。江云逸，跟你说话呢，怎么？姨娘，你怎么了？江云逸，你醒醒，不准睡！都给姑滚出来！救人！救他！去请最好的大夫，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你们统统提头来见！快！是。江云逸，你疯了吗？你有孕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要背着姑自己去弄那些虎狼之药？那是姑的孩子。殿下，您在气什么？您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家如今是什么光景。姑再难，也不会饿着你和孩子。口粮早就吃完了，这个月要不是我省着点，朝阳哪里能顿顿喝上浓粥？家里这么穷，连大人的肚子都填不饱，怎么能养得下他？生下来让他跟着咱们一起在这流放之地等死吗？我要是有孕了，这身子就沉了，不能干活了。我不干活，谁来照顾你？谁来照看那没人疼的朝阳？我答应过先太子妃，会在他走后好好照顾你们。为了保全你们，这个孩子不能要。至于孩子，咱们往后回了京城，总会再有的。对不起，对不起，云逸，是姑错了，姑不该试探你，姑不该让你受这种罪。真心这东西，原来演得够真，就有人肯信。李进，
你的愧疚才是我在这云安最稳的靠山。姨娘，等肚子里的小弟弟生出来以后，姨娘会不要我了吗？傻孩子，你是大齐的长公主，是姨娘最先疼的孩子，怎么会不要你呢？宫里的人说，皇后娘娘有了自己的亲骨肉，先王妃留下的孩子就是碍眼的石头了。那些碎嘴的东西，姨娘会一个个发落。朝阳，你听好，这孩子若是个小弟弟，他出生便会立为储君，他日后会成为你的靠山，为你撑腰，你便是全天下最尊贵的长公主。那如果是个小妹妹呢？如果是小妹妹，朝阳教她投壶射箭、舞刀弄枪，好不好？就像当年你娘亲那样威风。好，就像姨娘以前教我画画一样，我也要教妹妹本事。李君，你真是自大的可怜。你以为我疼爱朝阳是为你，却不知我是为了那个被你间接害死的女子。再等等，等我的孩子平安降生，等他坐稳那个位置。朕这一生最庆幸的便是在云安那段日子看清了云逸的真心。阿宁若在天有灵，看到云逸将朝阳视如己主，也该放心了。好，朕的大齐终于有了嫡长子。云逸，你受苦了，朕这就传旨，立此子为当朝太子，布告天下。陛下圣明，臣妾带孩子谢过父皇。再等等，等我的孩子平安长大，等他坐上那个龙椅，我做了太后，一切就彻底解脱了。皇后，这就是你为朕操办的选秀。臣妾知陛下多年来对仙妃念念不忘，这些女人皆出自武将世家，身手矫健，性格爽利，定能合陛下的心意。江云逸，你亲自选了这么多酷似阿宁的女子入宫，还要朕一个个封妃，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朕问你，看着朕宠幸旁人，你就一点都不嫉妒吗？陛下是天，是大齐的君父，臣妾身为皇后，为陛下广纳后宫，延绵子嗣是本分。陛下舒心，便是臣妾最大的宽慰。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在云安的时候，你明明会为了姑少吃一口饭而心疼。陛下，那是从前，如今臣妾是您的皇后。酒色伤身，陛下，您既然喜欢追寻故人的影子，那便在影子里彻底烂掉吧。娘娘，陛下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你要去看看吗？陛下神志已清，喊了一掌婉娘娘的名字，他说他想见您最后一面。母后，父皇他终究是疼了我们母子一场。这些年后宫里的那些武将之女，除了我的孩儿，再无所出。你父皇自诩深情，却连他的枕边人算计了他一辈子都没瞧出来。我不用再和他演戏了。天色暗了，本宫倦了，要睡觉了。母后，父皇临终前一直死死盯着门口，他死不瞑目。母后有一件事，女儿藏在心里很久了。当初那陆侯爷陆延，他曾与你退婚，还在大堂上说尽了难听话，辱没江家。可后来您入主东宫，不仅没为难他，反而能与他和解，在朝堂上护他前程。为何唯独死都不愿见他，甚至连最后一眼都不肯施舍？母后，您便这样恨他吗？朝阳，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为什么不喜欢那些宫里请来的德高望重的女尸？因为他们很坏，他们说我娘出身低，说我没天资，说我笨。他们从来不看我画了什么，只看我有没有弄脏衣服。那你后来为何唯独喜欢我做你的老师？因为母后尊重我，您会看我画的蚂蚁，会听我说话，在您眼里，我不是一个需要被驯服的野猴子，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对啊，母后从来都没有瞧不起你。可你的父皇，他从始至终都在用一种极其轻蔑的目光看待我，评估我。父皇他在云安的时候，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听见他问我是不是做错了。可他之后在做什么？他躲在镇子里大鱼大肉，冷眼看着我为2口糙米粥饿得发晕。他在评估我够不够忠诚，考量我配不配做他的太子妃。他甚至享受那种我为了他自残身体的深情。朝阳，我是个活生生的人，我有血有肉，有贪念也有尊严，我不是他用来测试人性的一块试金石。
所以您到死都不原谅他？我不恨他，恨一个人的代价太大太累。我只是有些的傲慢他，讨厌他那自以为是的深情。云逸，老家送来的鲜鱼到了，我让你娘在御膳房支了灶火，咱们这就去烤了吃。现在我自由了，我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